Hello，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我其实有想过，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个想表达的东西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这个生活的一个阅历，然后来去捕捉生活的灵感，然后来去更清晰的去表达。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会不知道自己下张专辑什么时候发，但是先准备着，没有什么客观因素来阻止我发专辑，主要还是我自己想要更清晰的去表达这张专辑，所以说就会一直就是时间会比较长，对这个时间线。因为我在创作的时候，我的专辑的主题一直在去，我先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上一张专辑是写的是很多非常大的题材，我就是一开始定好，我决定这张专辑要写的是我的，就是写一个小爱的主题。就上一张专辑写完之后，我决定第5张专辑要做这样一个主题。那这个其实是要意味着我要开始尝试去鼓起勇气去分享我的生活，但至于要分享的那个度有多少，我会反复的纠结。后来想一想，既然决定要分享了，那就认认真真、彻彻底底的来分享这个专辑。对，所以就会不断的去剖析自己。因为其实从第4张专辑开始，我已经隐约开始在有这样的一点点方向再去这样做。尤其是《好想爱这个世界》这首歌，可能大家很多人已经听过。后来我第5张专辑的时候，我就决定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生活。后来我在21年演唱会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有跟大家就坦诚，就是说，好想爱这个世界其实写的是我自己，但其实也不只是我自己，因为我写这首歌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救我自己。所以我在第5张专辑里面就写了好想我回来啊这首歌。那这首歌其实会区别于好想爱这个世界的点在于，就是好想我回来可能讲的就是我再去真的分享，告诉大家我前几年经历的事情，或者是我前几年一直那个内心的一种挣扎的一个状态，我想把它表达出来。对，所以我说4专可能是在隐喻，但是5专是开始活生生的再去把自己给对全拿出来了。对对对。其实我当时的心态其实是觉得，我有通过第4张专辑的一些歌曲，能够让很多人产生一个思考，会让大家会认真的去开始关注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边人的精神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关注我的人是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对这个社会也是有一定的一点点贡献吧。那所以就我听到你这段分享了，那所以我能总结出，就是能总结为，比如帮助，算是你可能这一年多做音乐的一个关键词吗？或者是一绑在脑子里的东西？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觉得人的抗压能力其实是还算很强的，因为强，所以在很多时候，你面对了很多压力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潜意识会去忽略掉这些压力，然后除非是遇到了事件，你才会去放大化这个压力。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说我的这张专辑，我其实好像是在讲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把它给剖析到就是非常的细化它，想让大家能够看到自己平时忽略掉的这些细节。但是如果你开始观察到自己的细节的时候，才会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去让自己过得更好，或者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舒适的方式，让自己不会继续这样迷茫过这种叫什么混沌的生活，对，而是能够至少有一点点方向，能够让有一点点光，然后让你去往前走，对。可能听起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太悬了？太对，但是就是有一种，但是我其实就是这样想的，就真的是这样想的，就是那种像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在聊说相信光这种话，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会不会很中二？对对，但我真的就是这样想。所以其实表面上感觉就是说，你刚刚也分享这张专辑是写想我啊，就表面上感觉你好像就是更随意了，但其实你想的其实反而更多。
因为你是希望通过我大家对都关注的方向。对，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挺难写的，因为我本不爱分享自己的就是状态，面对歌迷啊，也是尽量不想让大家担心，但总觉得好像，就是我这么多年来感觉好像，也遇到不少事情，然后但好像大家也都知道，可能会反而让大家更担心，我还不如就坦诚的告诉大家我的状态，即使这个状态里面也仍然存在着，就是说我不是一味的美好的人，但我觉得至少让大家看到和听到之后，能够感受到华晨宇的更加的怎么说真实，然后能让大家反而可能好像稍微内心放松一点。我就说，我觉得这张专辑很难写，就是因为我在一直思考，生活到底是什么。我每到了一个状态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我记下来，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写到这个程度了。但是我写着，我就会遇到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我21年的时候，我在演唱会上面首唱了专辑的前6首歌，然后讲了很多的很美好的画面。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是生活吗？虽然我想要努力去看到生活的美好，但我能不能去真的全身心投入到去享受这个生活？但我后来就觉得，生活这个词其实很大，生活不是只有美好，我也不能一味的去告诉大家，生活只有美好，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更真实的，而至于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留给大家来去做选择。但是我把好的和不好的都告诉你了。其实我这张专辑讲了，主要是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现实题材，飞行模式、小镇里的花、黑白艺术家。所以我后面的5首歌，就是从好想我回来啊这首歌开始，一直到那个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这5首歌中间这5首歌是讲的，其实是一直在讲希望。等于第2个部分讲的是我专辑的希望这2个字的前面那个字希。第3个部分就是在讲忘就是当全世界忘了我这一首歌。这可能大家听完前面8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花花是不是就是好像变了，变得越来越开朗，然后很积极很阳光的一个人。但是好像花花以前面几张专辑写的东西都可能听到他内心的一个孤独的一面，然后突然怎么这么阳光。我其实没变，只是面对生活的方式态度变了，内心的最深处其实是我觉得是没有变化的。对我来说，演唱会是一个美好的让我觉得不真实的一个事情，和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状态。但其实当结束之后，我一个人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会挣扎的状态，还是会存在。对。我可以理解为，就比如像早年就你刚刚说那种状态，孤独什么的，其实是很多哪怕是外人也可以看到的，就算没那么了解啊，其实也能看到的。你会觉得你这2年有点把那种孤独的那种状态啊，是藏起来了，而不是真的就忘掉它了。就对外起码。对，有一点点这种状态。我之所以会写这首歌当全世界忘了我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因为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问我，他说如果给你一个选择，让你去选择忘记一件你人生中的一件事情，你会想要忘记哪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这个题我就想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好像一直想不出答案来。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回答的是，我说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没有想要让自己忘掉任何事情，但是如果能让我选，我很希望能让这个世界忘了我。其实这个状态有点像是你有时候会很希望自己突然能够隐身一下，好像你就没有突然发现没有存在过的那种感觉。突然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你会不会被打扰？因为不存在，所以不会被打扰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想要缩小得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状态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我说实话，就是我会这样认为，就是我本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但是我会乐观的去，我会用一个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自己。比如说，当全世界忘了我，可能是我本不是乐观的真实状态，但是我不会让自己因为这个状态而不断的去消极和消沉下去。不可能啊，就是人总是要活着嘛。那既然人已经决定要好好活着，那为了自己的生活，那就必须要去扭转它，那就要去尝试跳脱出来，去看这个世界美好。那它就一定是矛盾的、复杂的，是不是讲的太复杂了？说的我想抱枕头了。这个想法其实是我当天开完我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一结束就开始思考这个话题了。我是在我21年演唱会的时候，是6天里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首歌才唱的是一起看日出，这首歌是首唱嘛。这首歌真的让我感觉到，就是我内心里面充满了温暖和爱，但我不知道听众的感受，但我愿意相信他们也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刻我会很想要就是有一个就产生了这个很疯狂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真的和大家一起去看日出。对，所以你今年有在实践或就暗自预谋这件事情？其实有，其实有，但其实挺难实现的，因为我们已经开过会，然后因为想要做这件事情要考虑的部分太多了，一件疯狂的事不是那么好做的，对，然后所以可能各个部门啊，包括尤其是第一最重要就是大家的一个身体状态，然后呢，再就是看日出的场地，然后还要挑那种不能太市里面，得在很偏的地方，要不然你半夜演唱会会扰民的。对，然后还要找那种就是太阳升起的那个位置是不是一个最佳的位置，算它那个方位嘛，然后又要找一个很偏的地方，因为很偏的地方交通又很是个麻烦，就是反正各种难题都，所以得想办法一一解决。对，我其实最理想化是能够就是用火星演唱会能够带大家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是这种感受啊，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演唱会形式它其实有点脱离开城市化了，就是因为城市正常想就是体育场体育馆嘛，然后那我想脱离这个状态，现在大家看的真的就是山水，有种带大家去玩的感觉，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感觉。于我而言，其实写什么曲风好像都能写，但就是纯粹是看我想表达的东西，它是应该是用什么样的音乐感觉来写，无非就是可能听起来阳光积极了很多，这个可能是大家想表达的。这个热搜我看下面讨论的也是，华人最近这日子好像过得挺好的。自己生活我觉得过得还可以吧，专辑歌弄完了之后，我的心情就还是比较轻松的，偶尔和朋友一起聚一聚。我连工作的时候、出差的时候都感觉很轻松，走哪都吃喝喝的。我觉得我可能会出去玩吧，对啊，转一转，然后找个什么地儿没去过的地方，玩一会儿，或者去个那种深山里，然后晚上找个地方，或者跟好兄弟一起，或者晚上到附近的那种小镇上找个小酒馆喝酒，轻松的那种生活。之前有在那个江浙沪地区倒是有找，因为我觉得那一片还挺春天的时候还一般那种山里面还挺舒服的，对，叶子很绿，对，然后而且我觉得空气特别好，对。比如像我们以前隔7、8年地方，你说你要找个深山窝着去，我们就可能觉得你又要打引号要去修行了。我真的去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还在找地方，我说能不能找？我想找个地方，好像说那种很多深山里面有那种宅基地，我还真的思考过说要不要搭个小木屋什么的，就是木房子在里面待着，然后放一架琴，感觉每天起来都是那种鸟叫声，感觉很舒服。我一直在找这样的地方。
你想象中就比如说你每年可以在里边，比如说写专辑的时候可以在里边住一段时间，然后对再下山了，然后对，没有人能找到，别找我我。，就是别找我，大家都别找我，嗯就是那种感觉。但其实这一点其实也是有点像我们就 call back 回我们最开始聊的，就是其实你内心中还是喜欢一个独来独往的。就当然，对，虽然可能我现在在市区，我可以找朋友喝酒，找陌人喝酒，对但如果你要让我最自在，我还是自己待着吧。对，最自在一定是自己待着。